这个地方被称为中国最深的天坑地缝，据说从垭口到底部呢深达1200米，而垂直落差呢天坑中的是达到了600多米的距离。据有人说，如果这里下雨的话，如来佛祖来了都拯救不了。当无人机飞到了坑底，居然发现这里还住着几十户人家。据说呢，他们每次出行呀都要走2-3个小时。那么如此艰难的地方，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地方呢？站在这里，我真是双腿发软，真的是好恐怖呀！看。据说当年有湖南3兄弟啊逃难于此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竟然定居在这个天坑里了，并且他们据说遇到了一种神秘的动物。虽然他们每次徒步出行都要2-3个小时，据说他们背送东西的时候啊，有一种神秘的力气，不为外人所知。为了探秘这里的真实情况是否与外界传闻的那样诡异，博主呢决定再次徒步前行。主播现在开始从这里往下走，你一定很好奇，当年他们是如何出去的，来回最少6小时，非常艰难的一段旅程。但其实主播告诉你，这是2016年才修好的另一条路，其实当年村民要走的路远比这个难得多。可能很多人又要问了，主播又在吹牛，现在是2026年了，肯定有其他另一条路可以方便出行。事实上，主播告诉你，确实有另外一条路。那边是一个大电梯啊，那个电梯花了7000万出行，那个门票比较贵啊，我要花90块钱。即使村民要坐那个呢，也需要交30，还不能背货物。所以这就是村民至今还要徒步的原因之一，因为那个电梯是给游客准备的，是2016年该地开发为旅游景区所使用的。妈呀，站在这里我真是双腿发软，真的是好恐怖呀！看，这要没有这个护栏，这地方谁敢走？哎呀，阎王爷见了也得摇摇头。据说在10年前，村民走的是另一条路，而那条路相当的危险，即使买了保险也不一定有用。据说时有村民坠崖，当然了，这个并没有公开的信息。据另一个版本的传说呢，就是在这个天宫里有很多的野鹿，当然了，跟当年搬过来的主人一样，他们大概300年前搬来的。主播深深的怀疑，他们有可能是为了这里的鹿茸，因为想得到这里的鹿茸简直是太简单了。历史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？据说明末清初的时候，清朝推出了一项湖广填四川的制度，为了使各省人口平衡，于是呢就有3个湖南人，人家让你填四川，你非要跑来填天坑。据说当年3个湖南人冒着生命危险拉了根绳子下到了谷底，后来绳子断了没法上去，由头鹿把他们领上去，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又叫做鹿隐坪。但是这也不是他们定居在这里300年不搬走的原因。悬崖栈道后面看见没有？你们看见那些木条没有？砖石那都是插在这个岩缝里修这个栈道。我的个妈嘞！我现在走这个我都有点害怕，说实话。这岩壁看见没？刀劈斧砍啊！盘古开天地的时候，也许就有了这个地方了，真是危险。这个台阶呢，据说有1800个。总共有42个拐弯处，经过主播的精密计算，如果一个台阶1秒钟的话，要走1800秒，半个小时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主播的速度大概是3秒一个台阶，也就是5400秒，大概是1个半小时，应该能下到谷底。哇，走了有半个小时了，感觉挺轻松。其实你越往下走越腿软，这个是真的是受不了哈。主播终于走到了半山腰了，大概经过了不到1个小时，但是发现了下面居然有公路，既然不通车，哪里来的公路呢？这就是让你开始内心恐惧的地方了啊！70度的斜坡，没有护栏的话是万万不敢走的。历时1个半小时，主播终于抵达了天坑之中，但是呢，这里要比上面至少高5度。其实别看这里是天坑，其实这里生态环境非常的好，这里养了很多的小动物，还有兔子、鹿。看这鹿苑坪的特色啊，就是鹿。看看这里面果然有鹿，这是野鹿还是那个家鹿？野鹿养起来的啊？哦，我在这里终于见到了鹿啊！看来当年湖南裴氏3兄弟来这里被鹿救，有可能是真的。
这里的路呢，基本上是来说没有天敌的。小鹿很温柔，保持安静。哎，这鹿跟兔子还是隔开养的啊。咦呀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垭口到天坑中的垂直距离啊，大概是600米左右。它这个原住户呢，并不是在这里，可能还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，在那个顶端。那么这里为什么要修路呢？很多人一定非常奇怪。这是景区不仅能创收，而且呢可以把人拉到原住户那里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坐车，只要你能扛住40来度的高温天气。那么这里的车到底是怎么下来的呢？据说是从600米高空用吊索吊起来的，稍一不小心呢，极可能报废。这挖掘机都是吊下来的是吧？对，就钢索吊下来是吧？对，钢丝人，哦，有一个货运索的。对对对。哎，太漂亮了啊！哎，看这里的原住户啊，就是这个房子啊。你们的砖头是从哪里运过来的？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砖头，砖头还能自己做吗？对啊，那做砖的机器你没看见啊？哦，哎呀，蛮厉害的。也就是说不用从外面往回背是吧？不需要。你们这儿现在还有多少户人住38户。38户，有100来号人。那应该不止吧？不止100户人。一家有4个，算一下嘛。对。哦，哎，这有村民新盖的房子，还有这种老房子。老房子是以前盖的，就地取材。这新房子有些材料呢，据说这里还有个货运索道，也是收钱的，从货运索道送下来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他这有做砖的机器，专门做砖。哎，据说这里的房子是外面房子造价的2、3倍之高。你们看看啊，这面的房子是不是非常让人难以理解啊？四面透风。那么你们看看这个房子呢，到底是有什么作用呢？可以告诉你们啊，这是土家的吊脚楼。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这种吊脚楼，一般都是上面住人，下面养牲畜。这边呢，这个楼是下面养牲畜，然后上面放的是农资、物资一类的东西。由于天坑中建房非常的昂贵，所以这边的房子大多数都保留这些老的特色，并且呢，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经过改造的。那么能建起新房的都是超级富豪。由于呢这里不通公路，所以呢人们要自行车没有用，所以家家都有一个三蹦子。但是你们知道三蹦子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其主要作用就是去货运吊索下面接货，然后拉到各个家里面，形成一套完整的天坑物流闭环系统。我们顺便说一下这里的人到底有没有钱啊？可以告诉你们啊，早前这里的人都是卖硫磺的，那是相当的有钱。硫磺呢主要是靠人背马驮，然后驮到那个山顶上面，然后走到大陆去卖。这可能也是他们留到天坑的原因之一。但是后来呢，由于环境保护的原因呢，这个硫磺已经不准再开挖了。这里虽然有很多的硫磺矿，但是基于生态呢，全部被取缔了。知道这里房子如何建的，我们来采访一下原住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出行如此不便，他们平时到底是怎么生活的？总不能每天出去买一趟菜，或者采购一次东西吧？这个也不合常理。这条观光梯呢，可以直达地缝啊，走地缝还要1个小时呢，太远。这人间仙境啊，看看啊，地缝的流水，哇，很美啊。这都是山泉，可以直接喝。这木桥，这是原生态的老房子，看看啊，都是这种的石头所制的房子，这都有几百年的历史。最起码是明末清初就有人搬到这里来了。我们讲过啊，这个裴氏兄弟，这里还有裴氏的祠堂啊。看人们洗衣服都挂在外面。这个地方80几年通的电。这老房子连玻璃都没有啊！您就住在这里是吧？哎，我稍微来这儿看一下啊，给您摄个影啊，看看是不是很老的房子？看了一下，里面竟然有冰柜，还有电饭煲，所以呢，天坑里的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。这里的老人呢，极有可能现在用着最原始的手机。我发现了这里一个非常原始的抽水泵，你们见过没有？村里的大妈，哎，很消闲啊，住在这里，沿着这个土路走。这绝壁天险啊，小河流淌啊，
真的是这环境是十分的原生态。据说沿着这条土路走，前面有一个十分大的村子，里面以前住了500多人，据说是裴氏家族的聚居地。但是现在呢，人已经很少了，由于交通不便呢，很多人已经搬走了，但是仍有人居住。可以看出来，他们住得很分散啊，所以天坑里也有等级之分。我们看到前面的村子应该就到了，这里的人呢，大部分还是以农耕为主啊。看两边种的玉米、菜什么的，还有豆角子，这应该是。这个裴氏啊，就是网红短剧里面经常说的裴姓裴氏。我向村民打听啊，当时他们上学的时候，其实也是非常的艰难啊，主要是背着背篓、背着书包啊，每次来回可能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学校，晚上还要再回来。这个大房子应该是村里面最大的一幢房子，不过我告诉你们啊，这里人烧了一种矿物质，你们也许并没有见过。这就是吊脚楼啊，吊脚楼看到没有？哇，哎，真是原生态啊！这有还房子没人住了。散养鸡，这是公鸡，一看就是。我去，哇，这窗户怎么都不按玻璃的了？真奇怪啊！还保持200年前那种的老式窗户，糊纸的。哇，还有很多废弃的房子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了，全是石头房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可能就是当地的一种土炉子，他们烧什么呢？主要是烧一种岩炭，岩石上的碳颗粒。煤炭当然运不进来，虽然硫磺很多，但你也不能烧硫磺嘛，硫磺并不耐烧。这是天坑里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啊！中国电网不知道他们怎么通向600米的地下来的。大山里没有信号啊，用的大多数都是这种卫星锅。不过这里的电信信号很强啊，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啊。当年的湖南3兄弟据说是从天坑中迷路，一路走下了地缝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被路引导走出了这个谜一样的地方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水呢？相信很多人都见过啊。这个水是蓝色的，说明里面有矿物质，并不一定能喝。我们来感受一下当年3兄弟走的路啊，这里就是地缝，其实距离天坑呢还有600米的距离，也就是说他在天坑下面还要走600米才能到达。这个地方的硫磺呢，至今可以看到啊，所以呢，这里当年肯定是采硫磺的一个地方，硫磺这都溢到了外面，触手可见啊。地缝中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啊，终年在下雨，不管外面有没有下雨，地缝永远下雨。妈呀，这绝壁下到处都是这种天然形成的大洞啊！回首看一下这条路，真的是十分的惊险啊！70来度的坡度，从上面直接插入600米深的地缝当中。地幔形成的还有好几个洞，看到没有？这些洞啊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这对面还有个原生态的巨洞啊，看见里面有砌墙的痕迹啊。这里会不会当年有土匪居住过的地方呢？痕迹啊，很神秘啊。这些地方是来了是甚至阎王爷也找不到的地方，也可能是古代制作硫磺的地方。这地缝中的水潭深不见底，随便一处呢，据说拿尺子都是量不到底的。这里据说还有2000岁的神鹿啊！主播十分疑惑啊，这些水到底流向了哪里呢？最终极有可能就是你们平时喝的矿泉水。终于走出地缝了。这个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吧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确实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理解得了的。